你，说让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他们那个什么消防什么演练大会啊。我火还没地儿消呢。那老板你少吃点辣椒，我去给你买点那个什么牛黄清心丸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火大吗？消失。哼！太漂亮了吧，大表姐，这牌子好适合你啊！啊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穿成这样过，有点不太自在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吗？好看。喜欢那就对了，还不是某人给我提的要求，可挑剔了。哎，等等啊！那您给吧。你给。那艾米送你的。什么呀？迪奥花蜜系列护肤品最适合大表姐这样的仙女。这么高级，我这怎么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反正又不是我花钱，还不是有些人自己不好意思送，只有找我代购跑跑腿喽。哦，哎，不过大表姐，你这一身啊，这些鞋啊、包啊、衣服什么的，都是他给我提的要求，包括妆容、发饰，把我折腾坏了。要不是你美，这种客户我才不接。谢谢了，这么用心。兄弟之间不言谢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那也得谢。真好看。快点儿！哎，宝宝，要不咱们就别进去了。你说这新郎跟新娘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可有人跟你有关系啊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你在家鬼鬼祟祟藏那个请柬，我还不知道你那么……要不是我发现那请柬，你是不是打算自己偷摸来啊？那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，你怕什么？走。不，宝宝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个稿件没写完，我去写完啊。朱大鹏，哎，我今儿让你如愿以偿。你好。怎么还准备红包了？你的零花钱。可以啊，说了好久了呢。对啊，好久。你好，请问是男方的亲戚还是女方的？女方。是同学还是同事？同学。同学是吧？还有脸来，真的是。哎，我会不会太隆重了？不隆重，这件衣服刚刚好，又简单又高级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。你平时就应该这么穿，对吧？你不这么穿，对不起你这身材的脸蛋儿，是吧？今天你就放心啊，放心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可是婚礼，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听见没？你不提醒我，我以为咱俩婚礼。别没正经的。
你不许干任何出格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干过出格的事儿？我这么正经一个人。得了吧，我就是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哎，给红包。你的名字？这儿也没有你的名字，要不然咱们就回去吧。你不是想见一面吗？坐。哎，你是朱什么来着？大鹏。哦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说啊，现在要不是什么婚礼呀，或者是孩子满月酒的话，都见不到你人。还有葬礼可以呀。前不久刚参加了一个葬礼，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都见着了。邓小希，对吧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，我们刚登完记，她叫李雪梅。你好。哎，11，这女朋友啊？ 11，怎么着？有日子没见，竟然麻雀变凤凰了？没有，还是麻雀。就算是麻雀也是叶，转基因麻雀。对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真好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他这就是老黄瓜刷绿漆，跟你差远啊！哎，老爸，我们要不回去吧？坐好，一会儿让你近距离观看。你越来越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替你高兴。是啊，知道的呀是11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呢。就是别那么夸张了。哎，这位新朋友是？我是侯爵，我是11的朋友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帅哥，够意思。咱们11今天身边必须得有人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哎，别光站着聊，赶紧坐起来。对，来。帅哥，本来你有座位的，不知道被谁给占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哎，你不是那个吗？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没事，我找个凳子去。哎，11，你这个男朋友很绅士哦。我朋友，来坐嘛。来，加个3。这段时间11啊，没裸奔呐。安琪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就是这么巧。哟，郝总，好久不见了。你跟莎莎一直有联系？我跟莎莎没联系，但是我跟她老公合作过。后来我收了她老公的请帖，我还以为是重名呢，没想到就是我们同学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呦，这真巧，这人生啊。11，你还记得那边那个燕子吗？跟小时候跟你同桌最好的那个，他现在找你呢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哎，兰总，坐聊会儿，来坐会儿看看，咱聊聊去上个厕所，聊聊生活，聊聊。你不想走吧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呢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最想我呀？我们拍张照吧。最近呢，这个，哎，喝点什么？这样，郝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失陪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，送你。不用。 3、2、1。我去厕所。去看看，走，一起看看。看看，你要看什么？我一会儿找你聊，我过去一下。你先聊啊，一会儿来找你，拜拜。给你手机。
在里面。哎，你还能来这儿呢？今天很漂亮，谢谢。我先过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才在里边开了一个 party， 主题是51的前男友，各顶各的一表人才。烦不烦？我跟你说。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在这心想事成、美梦成真的幸福时刻，让我们带着最灿烂的笑容，带着最真挚的祝福，并再一次响起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一对新人携手步入爱的殿堂。四目相对。范莎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江信元先生做你的合法丈夫，不论他生病或健康，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离开世界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各位来宾，刚才双方家长已经为一对新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我看到今天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有很多都非常的感动，哪位想上台说两句的？我。好，来，我看到了是这位先生，请上台送祝福。别捣乱！没事，我有正事要说啊。放心，正事什么呀？放心。别乱说话。现场的来宾大家好，我是侯爵。今天非常开心呢，来到这个婚礼现场。我觉得这个婚礼现场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。我也要在这儿对今天的新人送上祝福，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你们不用诧异，你们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我是你们朋友51的朋友。今天他带我来到婚礼现场，我也是非常感谢51，让我觉得结婚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幸福又浪漫的事情。然后今天我也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想说一点自己的心里话。我喜欢一个女孩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相处了很久，慢慢的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她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喜欢她呢？我觉得我不能看到她受任何委屈，我不能看到她受欺负，然后我自己又会忍不住的欺负她，我就特别享受这种感觉。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是爱上她了，我想让这种感觉持续下去，延续下去。想让我以后的生命中都有这个人陪着我。今天在这个现场也有这么多来宾，我也当着大家的面儿勇敢追求自己的爱，把我的感情说出来，也让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，好吗？51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别胡闹了！这一幕来得太突然了，可能刚刚51女士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问题。这样吧，这位先生，麻烦您再重复一遍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，好不好？以前我做很多事，讲很多话，你都觉得我特别不靠谱，觉得我是闹着玩的。但是我今天这一席话，特别的认真，非常非常的认真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讲话最认真的一次了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在你
人生中每一个闪光点和你人生中每一个低谷都有我的陪伴。我也希望我以后的日子里点点滴滴里面都是你。其实是你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感情、爱情，你也教会了我很多。我觉得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冒昧的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。我叫李雪梅，是那位朱大鹏先生的妻子。谁啊？我今天想借着2位新人的喜气，跟我老公说几句话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帮我做个证。老公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你傻看着我干嘛？我们有宝宝啦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，我跟宝宝都会永远的站在你身边。永远。干什么？傻样。十一，你别去！十一，你别去啊！我是51。今天我特别开心，看见我的好朋友结婚了。你让我看到一个女人可以同时事业有成，爱情还可以甜蜜，祝福你。谢谢，亲爱的。你一定要幸福。还有新郎，一定要对他好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哦。放心，放心。另外，在这里，我也想祝福朱大鹏先生和李雪梅小姐。手既然牵上了，就不要放开。希望你们携手走完一生，也祝愿你们的宝宝能够健康快乐。谢谢你，11。谢谢大家。你说我怎么总能赶上这个人家结婚我就上台讲话这事儿呢？我表白表一半，被那个
雪梅就给我岔开了，她上去表顿白。不过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品啊，真的是一流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主动上台，帮前男友解围，你这个是品格高尚啊你！行，别高抬我了啊！只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干嘛弄得大家那么尴尬呀？是，你就怕别人尴尬。那你是什么想法？我什么想法？没想法。就是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这事儿翻篇了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再翻回来吗？翻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俩不可能。是因为蓝旗吗？不是，跟蓝旗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那你拒绝我需要给我一个理由啊，不能无缘无故的拒绝我吧？公司有规定，不能跟客户谈恋爱。公司有规定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不告诉公司不就好了？不告诉公司等于没发生吗？那还是违反纪律的。啊，那要是公司没这个规定，没有这个纪律，你是不是就答应了？是吧？你真的跟他表白啦？啊，但人家没干。不再变啦？不变了。你这小子，终于开眼了，真是。他老说他们跟客户不能发生恋爱关系，他讨不讨厌？你说？那会不会是太突然了？哎，没事，早晚呐，他会明白你的心意的。他可得早点儿，还有别人追他呢。他要是跟别人好了，那我还哪有戏了？不是，人家也不能一说就答应你呀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11啊，跟你以前交的女孩那都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他老跟我说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可能，当然可能。哎，你可不能放弃啊！你要是放弃了，有你们这么多事。看他。今天你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你刚入学时的新年舞会。在那天晚会上，我拉着你的手，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向你表白。那一晚，我永生难忘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。在座的各位，3个方案也都看完了，大家来聊聊吧，有什么想法？瑞吉国际酒店呢，是一家7星级酒店，是我们智融建设近10年以来参与的规格最高的竞标。为了慎重起见呢，我们在设计部内部搞了一个小竞标，包小涵、丁大力还有周鹤红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，刚才大家也都看见了。我呢，想听听大家对这3个方案的意见或者说是建议，一定要畅所欲言啊。
不要因为我在这儿，大家都显得那么拘谨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说吧。很抱歉啊，三位，我是觉得这3个方案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创新。在如今这个市场环境下，理念的新颖很重要。如果不够新颖，我们怎么做到脱颖而出，赢得竞标呢？创新呢是一个设计的灵魂，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力。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，这次的项目呢标的如此之大，那么一味的创新也未必走得通。我还是觉得设计应该是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设计师为本，这是出发点，所以必须要把握住。我觉得呢，如果从这方面上来讲，目前的3个方案做的都不够到位。高总，说说你的看法呗。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包小涵设计的不错。这个项目我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是客户的要求全部都看过。他的设计里面，客户的所有要求他都涵盖了，也都表达出来了，而且细节做得特别好。看没看到他每个细节做得特别完善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好啊，我很挺包小涵的。谢谢。是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室内的色调啊，要不要再暖一度？我觉得好一点。没问题。下去啊，我再对比一下。小侯总说的特别好，直接、坦诚，而且能落实到位。侯总，您总结2句吧。好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。3位设计师都辛苦了，谢谢你们付出的辛苦的劳动。没有一个竞标的时间可以说是充裕的。虽然说3位设计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了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这么完整的东西来，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了。但是呢，由于时间比较仓促，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。如果说让我来打分的话，按100分算，我给3位设计师给的评分是不及格，因为我根本就拿不出手。所以呢，把你们的稿件都拿回去，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修改。下一稿一定要把灵魂体现出来，我要的是灵魂。5天之内交稿，3天之内也行，总之是越快越好。啊，好了，大家散会吧。侯爵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11在外面等吧，把门关上。侯爵，你今天是故意在拆我的台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真觉得那方案挺好的。你真要觉得那个方案好，你可以下来告诉我呀。为什么你非要在会上那么大张旗鼓的跟副总们作对，跟我作对呢？我不是怕你被他们给带偏了吗？我怕你看不出来好东西了。你我眼睛瞎呀？我当然知道包小涵的方案是可行的，但是设计师不能当众夸，会夸坏的。爸，设计师做点东西多难呐，日日夜夜，没日没夜，那都是心血呀。我见过的设计师多了去了，一个一个敏感又鸡贼，你稍微肯定他们一点儿，他们就跟你要名要利的。你一旦给他们了，他们翅膀一硬就会飞走了，这样的前车之鉴还少啊。那你要是把尊重、把荣誉都给够了，人不就不走了吗？这我听不下去啊，真是。侯爵，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幼稚呢？他们现在是你的对手，尤其是那个包小涵，你在会上这么肯定他，
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要就比我厉害，那就厉害呗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这等于是把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，什么意思？方案是好是坏，拿谁的方案去竞标，谁说了算？还不是你老爸说了算呢！你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呢。我怎么没听懂呢？瑞吉项目是10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大项目，多少设计师梦寐以求的，我怎么会轻易的把这样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？如果说我直接把机会留给你，难以服众，你明白吗？更何况你现在手上的海城项目还没有完成，成绩暂时还看不到，所以我现在只有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。我让他们3个设计师设计出方案，我来引导大家反对他们，必要的时候再把你推出来。你把方案拿过来以后，稍微做一下修改，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我的傻儿子！合着你想让他们给我当炮灰？又不是我一个人反对他们，是公司的高层都反对，认为他们的方案是有问题的。灵魂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吗？自古以来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侯爵有一天功成名就了，那是我们侯家的光荣。这帮设计师功成名就了以后，他们会怎么办？说走就走。我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？我图什么？你图什么我不知道吧，但是我就图一个坦荡。坦荡啊！我错了吗？哪方面？跟大家唱反调。你是真心觉得好吗？当然觉得好了。那就没错。不但没错，我觉得还特别好，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。这种勇气我倒是没缺过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觉得对我有一丝欣赏呢？说正事儿。说正事儿。哎，谢谢你啊！你觉得我没错，那我就是没错。等我掌了权，把公司这些天天不说真话的一个一个全都开掉。非常感谢您的认可，真的感谢。不用客气啊，我说的是实话啊。然后告诉你个内部消息，侯总其实特别喜欢你的方案，加油！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阿米的衣服今天找个时间去还了吧？不用还了，送你了。不是说借的吗？没事，留着吧。不行，这东西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没多少钱啊，他们家都长期跟品牌合作的，回头请他吃个饭就好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喂，猴子，我现在心情极度恶劣。哎，巧了，哎，哥哥，我也不高兴。行啊，你说个地儿，我过来。侯总，你这点儿拉的可真够准的了啊！我这是刚刚从机场接着我们家宝贝丫头上了车，你的电话就进来了。知你者，非我莫属，这是咱们这么多年形成的默契，对吧？怎么样，把女儿接回来了？接到了，接到了。这下你心里就踏实了。她一回来，你再好好培养培养，你盛大公司后继有人呐！啊？哦，我们家丫头可说了，她这次回国呀，可是打着照看她老爹的这个旗号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啃老喽。她不想参加工作，她那是在跟你撒娇呢。哎，话说我差不多有10年没见过晨晨了吧？她怎么说话还是那么有个性呢？
有空到我这儿来坐坐吧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。你志荣就是侯爵他爸，那一说话就哈哈哈假笑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这记性还真不错。哎，丫头，你爸可是真笑吧？啊？看在你是我爸的份上，算是吧。哎呀，真。你说，我就想追个女神，我有错吗？人女神怎么就看不上我呀？你说传说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是我。你首先啊，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啊，别老觉得自己是癞蛤蟆。就算你是癞蛤蟆，那它也不是天鹅，它就是青蛙。说啥呢？怎么能那么说他？往好了说，就一麻雀，所以你俩之间没那么大差距。看你还捡到笑了，你笑什么？这癞蛤蟆跟麻雀呀，就不是一个物种，不合适。咱们现在不是一个频道啊！你先玩好手机。啊，完了，啊！开，开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看见没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个。我这是谁都比不了了，完蛋了。行啊，虽然说这个你很多方面其实也比不上别人，但是你有一颗真心啊！你要相信，真心是可以打动很多人，做成很多事的。猴子，这年头真心值几个钱啊？啊，值我那个破电动车吗？还是说能值人家那商务车、大别墅、5星级会所吃大餐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什么对手啊？但要是我，那我也不选你。但是真心一定是有用的，你相信我。现在有一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希望有一个男生真心对她的，你相信我，你能行。哎，这话说你自己信吗？你不花钱吗？你用真心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哪次不是靠真心赢得人家芳心啊？我虽然我也花钱，但是他们绝对是因为我的真心才被打动而跟我在一起的。得了吧，那些女的哪个？我不想听你说了，大表姐，你觉得呢？真心不能光靠说，得有行动。看见没有？人家女人只认能看得见的，谁跟你玩这些虚无缥缈的呀？你去一边去吧。哎，怎么办？那你们说，我现在是放弃啊，还是继续呢？放弃。继续。别打岔，继续，相信我。你俩不说，都说的更乱。你有什么好乱的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得理性一点。做这些无用的事儿呢，不是徒劳吗？怎么不理性了？我们怎么不理性了？除了每天喝点酒之外，什么不理性了？海鲜，你听我的，你放心，继续。得了吧，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钱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你懂吗你？我还是信我大表姐的，大表姐，我听你的。想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劝劝我吧。哎呀，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吧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。我们怎么不理性了？除了每天喝点酒之外，什么不理性了？海鲜，你听我的，你放心，继续。得了吧，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钱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你懂吗你？我还是信我大表姐的，大表姐，我听你的。想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劝劝我吧。
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吧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，也不是你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是老天爷可能故意来考验你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要告诉你，此路不通，需要掉头。那你们说，我是掉，还是不掉？掉。掉什么掉？不能掉，冲下去，揣着你的真心一路往前冲，啊！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了你也就追上了。还不如不问你俩，烦死了，难受。你别难受，我们烧点菜去来。那花生米吃半天了。嘿。嚯，手法不错呀！好茶，茶还可以。志荣啊，这个建材价格没问题，我呀可以给你打个包，在行业最低价，别人呢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价钱的。少爷，您这话我这心里就踏实。那这次竞标，我们绝对是志在必得。好，哎，喝茶喝茶。我的事儿搞定了。少爷，你说说您的事儿吧。哎，志荣啊，你看啊，咱们的关系啊，有没有再向前进一步的可能啊？进一步？少爷，您不会是又想把你那搞艺术的妹妹介绍给我吧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真不想结婚了。成仙？你觉得是成仙？我妹妹现在早有主了哦，而且还比她小10好几岁呢。真的啊？那可不，她还真不会是搞艺术的，眼光够前卫。哎，志荣啊，咱说正格的啊，我是想和你呀，咱们两家结个儿女亲家。您说，你看侯爵和我们家晨晨，他们俩可真是年貌相当啊。两个人又在国外留过学，而且晨晨学的又是设计专业，我们两家有知根知底儿。你要是不反对啊，就让他们这两个孩子啊见见面。哎，他们俩要是有这个缘分那就好，没这个缘分也没关系。少爷，您这提议太好了，我坚决拥护。而且我跟您说呀，我们家侯爵刚结束了一段不靠谱的恋情，您这提议还正是时候。哎，那你就赶快问问他，看看他是什么意见。我们家晨晨肯定没问题。行，我现在马上给那臭小子打电话。嗨，着什么急嘛？这又不是任务啊。这个呀，还主要得看孩子们他们的意见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们的意见啊，他能有什么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。嚯，那成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来，少爷喝茶，喝茶。侯爵，我跟你费了半天口舌，你怎么就跟没听见似的？行了，别吃了。我问你到底怎么样啊？挺好，挺好的，我同意。这孩子怎么给我感觉像突然长大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就相亲吗？挺好的。您要介绍美女给我，我有什么不高兴的？再说，女人缘这方面我还是挺有天分的吧？那个晨晨我记得，啊，
从小长挺好看的，但是就是一点特娇气，公主病。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看看他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，你答应我的，说到做到。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，你就主动约一下人家嘛。您放心吧，都交给我了，不用操心。别跟我说一套做一套啊。侯总好。侯总，侯总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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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找我干啥？让你去相亲。听着了，别难过啊。看你那么得意，还能有别的事吗？我爸这次呀，给我介绍了一个超级大美女，我俩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从小在一起长大。但是他的事我记得不多，可是我也决定放弃你了。特别正确的选择，恭喜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也没办法啊。我这次我会努力，赶紧修成正果。太好了，特别为你高兴。把你嫁出去，我也省心了。好吧，想哭就哭吧，都是自家人，没关系。我不看你，不看，自己流眼泪吧。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还是永远得不到你？海星你好，有个发财的机会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骗子，滚！骗子啊，骗子啊，骗子也来骗我呀！这人，智荣建设的一套设计方案，10万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又为什么要这个方案？我是小角色，是谁不重要，20万。想让我背叛我朋友，做梦！当心我报警！神经！50万，不急，你还有时间考虑，想好了回复我，我告诉你怎么实施。神经病！什么人都有。哎呀，他哪人啊？我马上就要见美女了。那你不吃醋啊？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干嘛要吃醋啊？不是你连醋都不吃，我白忙活了吗？拜托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别老玩那些小孩子的把戏。我也想成熟一点，
霸道一点儿。但是你太强悍了，我也打不过你。我那天去相亲，我太喜欢那男的了。哎，他嘴上、牙齿上都有韭菜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，你的游戏伙伴来了。喜欢这种人。你不觉得有韭菜的男人很帅吗？哪儿帅了？你重口吧。但我觉得楼很适合你，楼真的非常适合你，你就应该帮他把那个韭菜剃下来。是，就适合你。你妈估计得笑。四位美女，我是侯爵。哎，挺帅呀。那个，晨晨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我不是，他才是。嗨，好久没见，没认出来。我也不是，他才是。你好。哎呀，你别演了，他就是晨晨。哎，谁都成。先坐吧。哎，套餐来一份。好的。那既然你们都不是晨晨，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好，那你们自己聊着，我就不陪着了。什么情况？站住！给我坐下。这就对了嘛。陈大小姐啊。哎，你为什么猜是我啊？我看到你这个霸道不讲理的样子，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当时那个悲惨的童年。你说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脾气从来也不改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优良品质，发扬光大。优良品质，反正你永远都 get 不到我的想法。是。介绍一下我的闺蜜 Lily、Coco。嗨 ，Lily、Coco，你们好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两个不是从小都一块长大的吗？真就不认识了？这个认不出来。真不能怪我，跟你说，晨晨小时候长得那挺漂亮的，越长大她就越来越有女人味儿。算你会说话，但是这整个人被这臭脾气给毁了。你是不是想永远找不到女朋友？是我的问题。就是你的问题，问题大着呢。哇，司康哎，我最爱啊！又偷吃，你不减肥了？哎呀，一会儿去做 SPA 就好了。永远都是这样，你能不能稍微有一点见过世面的样子啊？你这么说，不吃，自己吃。你也吃啊？哎，你也吃。哎呀，你得喂吃点。喂你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合适吗？不合适吧？你真不吃吗？还不错。吃。哎呦，我去！没想到这还有这个。好吃啊，少吃点。行，你先走吧，明天是2点吧。明天记得去我跟你真不陪我做 SPA？大姐啊，我是要上班的人，好吗？好吧，那我今天放过你。那我就谢谢你了啊。我走了啊。哎，这不是刚才坐旁边那女的吗？你这是找了个女司机？不是司机，我雇的保镖。哇，你现在这么浮夸呀？这约会还带保镖？我不是约会带，24小时贴身保护。贴身？怎么个贴啊？就每天跟在我身边，对，认识。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位是陈大小姐，啊，这个是51。你好，我最近比较忙，帮我好好照顾她。我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的。我先走了啊，侯爵。我这姐们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给个评价。般配。般配。
爸，你怎么老睡觉？你这属猪的吗？哎呀，躺在这儿太舒服了。怎么样啊？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说什么呢，爸？我听不懂。跟爸爸装傻啊？还凑合吧。哎，这什么叫还凑合？啊？怎么讲？爸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差点没认出来他。你记不记得他原来小时候是个小胖子啊？现在他是经历了什么呀？现在还挺帅的。哎呀，晨晨，你别说啊，他妈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还真是个小胖子。后来他妈妈走了以后啊，还真是吃了不少的苦。爸，你过2天是不是要跟侯叔叔开同学会啊？啊，是啊，这你都知道。那你到时候跟他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然后我同意他追求我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其实晨晨啊，爸爸还一直担心啊，你抵触相亲呢。什么相？我们俩这哪算是相亲啊？我们那么小就认识了，这再怎么说也应该算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对对对，你们俩要是能好起来啊，我和他父亲的生意伙伴又向前推进一步。爸，你怎么说的好像我们俩就要怎么着似的，八字还没一撇。哎呀，奔好的方向努力呀！啊！但我先声明啊，这只能说我给了他一个追求我的资格，这只是一个资格而已，好吗？对对对，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儿啊，爸爸一切听你的。哎，不过这个孩子还真朴素。好了，爸爸，你喝你的茶吧，好吗？我现在汇报完了，我要走了，不停叨叨。拜拜。好嘞，哎。马友，把今天的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发给我。好，晚上我要看。好，侯总，今天开了一天的会，回家还不好好休息一下，嫌老这么绷着，当心会断的。哎呀，家里冷冰冰的，就我一个人，不工作还能干嘛呢？可以养宠物啊，我就养了2只小狗，每次回家跟它们玩一会儿，特别解压。宠物。不客气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想一个人，你猜他是谁？猜不出怎么办？求求你告诉我吧。我想当面告诉你。好，老地方见。这丫头，你不知道老头有心脏病啊？啊？等很久了吧？没等多久，你白天照顾家人那么辛苦，没想到你晚上还是这么活力四射的。我舍得睡，为什么呀？怕睡着了，这么幸福的感觉就没有了。傻丫头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一切都这么不真实呢？怎么不真实啊？你以后的日子都能这么过呀？你知道吗？
小时候啊，我在我们那儿也挺出众的，学习成绩好，在班里是个班干部，个子高还练体育。我们那儿人都说将来一定特别有出息。到了城里以后，我才发现呀，厉害的人太多了，而我呢，并没有那么出众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特别的努力。前两天我爸妈来看我，我看到他们那么高兴，那么开心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那么努力的目标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幸福。老头，谢谢你，谢我什么呀？你让我过上了我根本就不敢想的生活，这一切让我都太惶恐了。是。我以为你的梦想是要登陆月球呢，这么小的梦想多好实现。我原本以为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，可能做的都是那种特别浪漫的梦。我的梦也很浪漫啊，只是我一直觉得，别人给我的，我不一定会感到幸福。是我给的。但是我现在特别的幸福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雨后的城市真美。那是因为你的心情美。真的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跟你斗斗嘴，看你给我发的微信。我平时除了工作，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乐趣，日子过得特别的无聊。像我这种岁数的男人，开心的事情越来越少了。我有时都不知道什么叫笑了，怎么笑了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天使。只要你出现在我身边，我知道怎么笑了。而且我觉得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就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，身体觉得特别的轻松有活力。我那么厉害呢？当然。答应我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我不想失去你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芊芊，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生活，也许比你梦想的生活还要好。真的，要不然你把你那份工作辞了吧？我觉得那份工作对你来说又累，而且还危险，好不好？我把工作辞了，我能做什么呀？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，要不然你现在就搬到别墅去住，我再买一辆你喜欢的车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你的梦想生活。你如果说在别墅住的你不开心了，或者说你觉得很孤独，你可以把你家人接过来呀，让他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，其乐融融的，多好啊！你还可以带他们出去玩，去哪儿玩都可以啊！你可以带他们去周游世界，去美国，去欧洲，想去哪儿都行。只要看见你开心就好了。我再考虑一下。能不能别再考虑了？你说考虑，我这心又凉了半截儿。
着。猴子，我出事了，车掉河里了，熄火开不出来，你赶紧来救我来，快！你车熄火了，你打汽车救援呢？你找我干嘛？救援不花钱啊，你给啊！再说了，等他们来，车沉下去，你赶紧的了，快点了！我这忙着呢。忙什么？你忙我吧，快点儿，赶紧的！哎，好好求求哥。哥，我错了，亲哥，我求你全家，求你了，亲哥，快来，行吗？等着吧。这雨下啊！喂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就到了，别催我好不好？已经来了，等会儿啊，快到了。哎呀，刚才打电话没注意，车都出溜下去了。你再不出来，出溜见见人，车子也见不着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你赶紧省点电吧，一会儿我到那手机没电找不着你的。大哥，你把救人的速度拿出来救救我，行不行？要不然你再也见不着我了。赶紧的！好了好了，知道了啊，挂了。哎，你说没有海星，咱俩是没什么机会这个暴雨天出来开车飞驰的，这种感觉是不是还挺浪漫的？就是雨大了点儿。我没事，赶紧帮我把车帮我弄出来。明天再弄车吧，你先上车。这明天这车就废了，我俩10年了。这发动机都已经淹了，没用了。这车在人呢，快帮我忙，猴子！愣着干嘛？帮忙！干嘛呢？帮个忙，别愣着了，行吗？侯娟，拿着，你控制我开车。快上绳，别愣着了。帮忙！绞盘！走！喝杯水吧，给你。坐会儿吧。我怕水。我看出来了，这没什么，很多人都怕水。有人怕水，有人怕高，有人怕蛇。总之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。
我妈就是在水里遇难去世的。当时我就在身边，所以我对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克服不了。我妈当时为了救我，牺牲了自己。所以说我妈是这个世界上给了我2次生命的人。当遇到危险，做妈的第一反应就是救孩子，这可能是当母亲的天性吧。这件事，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过，因为它是我的一个心结，我没办法打开它。我也想讲，但是我就是讲不出来。今天跟你说了，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难啊。每天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当时在水里的画面就像电影一样，在我眼前滑呀滑呀滑呀。有时候让我真的很难受。所以你经常半夜睡不着，就起来工作。对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分散一下注意力吧。所以你才决定去做救援队员的。我觉得作为一名救援队员，是我这一生的责任。我觉得从我骨子里，从我心里，我就有一种特别想去帮助别人的欲望，我也控制不了。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每一个能帮助到的人，虽然我能力有限，但是我竭尽全力，我倾其所有。我希望我能去救下每一条能被救回来的生命。如果你昨天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我会说我不知道。如果你今天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你，幸福就是童年梦想的生活成为了现实。因为现在我正幸福着，谢谢你。哼。
刘儿，怎么成这样了呀？你拿它当船开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啊去山里进货，谁知道回来遇到大暴雨，我想停车啊，稍微等雨稍微小点，结果停车没注意就给滑河里去了。你又没走高速，过路费多贵呀！我挣那点钱不都给高速公路打工了吗？你得了吧，你绕路的那点油钱比那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给贵多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去，扫你地上。让我说呢。刘哥啊，刘哥，哎，不要，那个你得用点心修啊。这还有戏吗？拖过去查一下吧。哎，这我看呢，悬。哎，你别悬啊！那个，它呀，对我来说真的意义特别不一样。它不只是一个车，说实话，它跟我很多年了，我们俩就情同手足，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。您给当事儿办，好吗？这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工作，但这修车的钱嘛，估计够你买多一个新的双胞胎兄弟了。老板，你帮我找个最便宜的，能用就行是吧？能试试吗？那个，可以，帮我把卡装进去，我试一下行吗？好，可以。来，谢谢。手机这东西，我觉得能用就得，现在太贵了，那华而不实用，那钱干嘛不好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那个，我看长得都差不多，贵太多了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挺好，也挺好。有微信都自带啊？啊，都有的。我能先登一下吗？我让可以。我看怕有人找我，手机进水了这2天。哎，猴子啊，你看前天发朋友圈了吗？没有啊，发什么了？那晒幸福啊！你说我昨天差点遇难的时候也不知道屏蔽我一下，你说屏蔽我是最起码礼貌吗？礼貌什么？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，你还在那较真呢。我去看看啊。我难受。哎呦，哎，钱钱，这哥们儿可以呀啊！这是海景大别墅吧？哎，我爸好像在那儿也有套房子啊，真不错。钱钱更没告诉你那男的谁啊？没有啊，我只知道是他喜欢的类型。这海星天天要死要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看钱钱这次挺认真的，等这事儿定下来，海星也就死心了。心疼海星。我还心疼钱钱呢。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也挺不容易的。谁容易？谁能找着？谁都不容易。是，谁都不容易。看见你发的照片了，景色真漂亮。